侧旁就是源源不断的外出之人，大多数身影都是驾云贴地飘着。外出倒是不必缴税，再进去就又得排队掏财了。正快要轮到李长寿入门时，他瞥到了正要出防阵的7、8道身影。这是2名老道、3名中年道者以及3名少年少女，他们飞得比其他人要高一些，即将贴着大阵缺口上方飞出，一旁还有2队临海镇巡逻的仙兵护送，排场十足。李长寿的视线其实是被其中的那名少年所吸引了。此人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倒是没尾巴哈。敖乙怎么又遇到这个小龙了？李长寿的心底也是一阵哑然，他跟这条小龙有缘还是咋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小龙怎么跟上次被他放倒的时候还是一个样啊，个儿也没长。大概是龙族发育期比人族长了许多，这点年份还不够他发育的吧？应该是这样。让指道人收回目光，刚好轮到他向前搅入门睡。李长寿将手中的灵石递给桌子后面的女仙。看道友有些面生，不知可否说下来此地作甚？于是李长寿报了个虚名，说自己来此地买卖丹药药草。对方稍微做了记录，就让他入了防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敖乙和那2名少女跟在那5位截教天仙身后，从指道人的上方飘过。那5位天仙心情还不错，正在商讨接下来呢是回金鳌岛，还是继续去找一家仙门论道喝茶。李长寿听其中一位老道赞叹：敖乙师弟如今修道方才多久，这就成了元仙，不愧是龙王血脉，资质惊人呐。师弟，果然敖乙拜入了截教门下，拜的应该是一个2代高手。此时给李长寿的感觉，这个敖乙沉稳成熟了许多，目光内敛，面容沉静，虽然还是少年身，但也是一副历经满满，经过了命运锤炼的沉稳模样。不过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是了。指道人迈入了临海镇，驾云直接飞过一处处阁楼石屋，朝着丹药铺聚集之地而去。又要跟自家师门抢生意了。李长寿心底一叹，多仙门在此地的铺子也是主管丹药，不过我隔几年才来此地几日，虽说多多少少会影响自家师门的生意，但应该也不会让师门生意惨淡才对。毕竟咱只是散户嘛，虽说是量大质高物美，价稍低的那种。且说金鳌岛炼气士一行出了防阵之后，先向西南飞了一阵，又突然调转方向，向着西北方向驾云飞驰。这一次外出论道，其实是有几家东周仙门的高手邀请了相熟的金鳌岛天仙。金鳌岛是较有名气的截教道场，经常有一些仙门邀请此地炼气士去门内讲道论道。本来他们这一行已经外出论道3个月了，在东胜神州几家仙门蹭吃蹭喝不对，是讲经说道，此行已是圆满，正该功成回返。因敖乙在这几次论道时表现十分出色，轻松胜了这几家仙门所派元仙，又因为敖乙辈分与这5位截教天仙相同，他们也不好直接赏赐什么，于是呢就拉着敖乙来了这一处临海镇，给敖乙挑选了诸多礼物。敖乙将这些礼物都分给了身旁的2位少女师侄，让这2位少女喜上眉梢。几位金鳌岛天仙也颇为受用。如果说大仙门掌门之子是家里有矿，那这敖乙这位东海龙宫的太子，那完全就是矿里有家呀。拿这些礼物
反过来讨几位师兄的徒弟开心，对于敖乙来说并没有半点心疼。若是有需要，他拿个传信符给家里招呼一声，明日就可以给金鳌岛的炼器士每一位都送上一份厚礼。离了防镇，一行人就要去到金鳌岛，但是敖乙的心底稍作思量，又沉吟几声，突然开口：各位师兄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5个人立刻转过身来，满是关切地看着敖乙。没有什么不情之请，有所请必有应。敖乙师弟说就是了。敖乙心底一笑，但表情还是颇为凝重。其实我心底一直有一份难言之隐。一旁的2名少女瞬间看了过来，双眼亮晶晶的。其中一个少女梳着10多只小辫，模样俊俏可爱，正是当初围观过李长寿渡劫的那个汉芷。前面那5位天仙中，有一人也就是汉芷的师傅元泽老道。敖乙叹道：遥想那年东海荡妖大会，我尚只有10岁，奉命带龙宫寻人切磋，却败在了一名渡仙门反虚境弟子手中。此事心底一直有些放不下。如今我已渡劫成仙，虽只是元仙境，却也想去找那人再切磋论道一次。就是这事啊。元泽老道笑着问。敖乙面露惭愧，低头：便是此事。哈哈，这多好办。又有一位中年道者笑着应了一句，随手一点，白云朝着渡仙山门的方向飘去。走，咱们去渡仙门走一走。贫道与渡仙门副门主众羽道人也颇有交情，他渡仙门是人教道成，咱们金鳌岛也是截教道场，登门拜访有何不可？其他几个人尽皆称善。一人笑道：咱们要不要提前知会他们一声啊，免得到时候会有尴尬之事。那元泽老道摆摆手：不必，又不是去找他们斗法，咱们去论个道，让年轻人切磋切磋就是了。一行最后面，那2名手拉手的少女闻言对视一眼。一名少女开启了手腕上的手链状法器，不让2个人的交谈被旁人听去。她低声道：汉芷，你师父又开始了。汉芷的嘴角撇了撇，郁闷道：做点准备吧。我师父简直堪比天道法器。之前我渡劫时，师父一句你放心，你的天劫必然只有6道，结果招来了8道天劫，我就差一点儿，便是生死道消。我资质和积累，按理说最多只是7道才对。你也因此得了好处，飞升了一段吗？另外一位少女顿时掩口轻笑。说起此事，汉芷的目光有些出神。亲身经历了8道天劫，还是排名靠后的8道天劫，才知道这般成仙劫是何等恐怖。当真想不到，那日在南海度过了9道天劫之人，该是何等的人物。必然是远古上古的大人物，重修了一世吧。或许吧。这2位少女轻笑了几声，话题很快又落到了身前的龙族少年身上。他这般清秀少年的模样，倒也十分惹少女的欢喜。半日后，渡仙门那丝薄润滑的护山大阵遥遥在望，金鳌岛一行人谈笑间飘了过去，而敖乙嘴角的微笑却略带少许深意。山林中正琢磨着归西平气诀的奇缘，抬头看脸天边，看到了云上飘过的金鳌岛一行人。他感受到了几道天仙的威压，心底也是有些纳闷，
不知道哪里突然来了几位高手，要去他们渡仙门中。与咱小琼峰倒是无关。齐元老道笑了笑，看了看自己大徒弟给的传信符，也觉得应该只是几名高手结伴来此地访友，所以呢，也没将此事说给李长寿，继续琢磨自己徒弟所创的这门隐藏气息的法门。很快，齐元老道将自己气息完全收敛，兴冲冲地施展了一个化形术，化作了一只树桩，仔细地感受了一阵，倒是意外的安稳呐。这一战对我后续的扬名大计至关重要。云上，敖乙看着自己曾有些向往的渡仙门山门，此时的心境却已非10岁那般。他来此地就是为了找李长寿，敖乙甚至都不知道李长寿的具体名号，以及李长寿在渡仙门中的具体地位。但是敖乙知道，自己今日必须在渡仙门找回当年落下的场子。当年荡妖大会上的大爆活龙，虽是敖乙自己表演，但是战绩算在了李长寿的头上。敖乙自觉想要扬名四海之后没有污点，10年前的那场比试必须扭转过来，而自己也可以借此树立起知耻而后勇的形象，后再与渡仙门年轻辈最强者一战，再去挑战整个东胜神州所有仙门的年轻一辈最强者，自此一龙冲天。他要为龙族做表率，先得到龙族的认可，要为龙族子弟树立起一个榜样，确立自己的影响力，然后再想办法让龙族慢慢的一步步的放下自身抬起过高的自尊，这才是挽救龙族的唯一路径。敖乙缓缓吸了口气，心底思索着稍后该如何说话。他这5位截教师兄已经到了渡仙门大阵之外，也不走山门，直接放出各自的气息。金鳌岛炼气士来砸场，不是，来论道了。金鳌岛几位炼气士突然来拜访，渡仙门上上下下顿时被门内的钟声所惊醒。最初时，钟声响起，但凡没有闭关的峰主长老都赶去了破天峰，但是随之副掌门和几位长老都觉得这般太过隆重了，那几位炼气士只是过来访友。金鳌岛是洪荒有名的截教道场，渡仙门相比之下略显籍籍无名了一些，体量难以与之相比。但是渡仙门终归也是人教道成，太过大张旗鼓去迎接几名无甚名气的截教仙人，未免是自落面皮。若今日来的是某位大名鼎鼎的截教仙神，比如那峨眉山洞天福地修行的截教外门大弟子赵公明，渡仙门自要众仙齐出，亲自相迎。但是来了几名天仙，很快各峰峰主长老被遣回大半，只留下了10余名天仙境的长老。这些长老与副掌门众与上人一同，带着几位机灵一点的真仙执事，招待这几位前来的金鳌岛炼气士。九屋在这些长老的眼中就是一个比较机灵的后辈，按照长老的命令，九屋忙前忙后，在金鳌岛一行8人被请入破天峰主殿渡仙殿时，带几名破天峰弟子奉上香茗。龙宫若是来了宾客，端茶倒水的那都是清一色的靓丽海女，渡仙门却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端茶倒水的都是些模样周正、道基稳固的男弟子。这大概就是一方势力和一家仙门的不同之处。分宾客入座，双方相视几眼，还没有开始说话，就开始一阵拂须大笑。九屋见多识广，知道这是固定的流程，笑的时间越长，就越表明自己没有敌意。洪荒本身并没有这么多可乐的事。笑罢，
渡仙门副掌门众羽上人先开口道一句：“众道友莅临我渡仙门，当真是让我渡仙门蓬荜生辉。”双方寒暄几句，截教炼气士言出来意，说是来与渡仙门论道的。渡仙门各位长老尽皆露出微笑，立刻有人暗中去请门内修为最高的几位长老前来撑撑场子。论道讲道在洪荒中也是较为盛行之事，其实呢，也就是各自对道的理解拿出来比一比，碰一碰，互相交流切磋一番。然而这篇论道还没开始，截教的一行人就提出了一个在九巫看来有些荒唐的要求。有一位中年面貌的天仙缓声道：“前次荡妖大会，我家敖乙师弟刚刚10岁，被龙宫龙王派出与贵门高徒比试了一番，结果败于贵门高徒之手。此次我家师弟渡劫成仙，就想来与贵门那位高徒切磋一二，不知是否方便呢？”听闻此言，几位渡仙门长老对视一眼，一位长老笑道：“年轻小辈切磋而已，这当不得多大的事。只是敖乙太子乃龙王子嗣，自身修为进境，非我人族年轻弟子可比。如今敖乙太子已经成仙，就不必非要与我们中一位年轻弟子切磋了吧？”闻言，敖乙立刻站了出来，对渡仙门各位长老拱手行礼：“实不相瞒，我自那次之后，心里便有了一块疙瘩，恐此事化作今后阻碍修行之魔障，这才厚颜前来，想与渡仙门那位高徒再切磋一次。切磋时，我会请几位师兄封住我的修为境界。”这……渡仙门的几位长老顿时面露难色。